一男一女坐在海边，男人一时兴起，随手捡起一个小螃蟹，结果投计不成18米，反被螃蟹咬了一口。男人赶紧丢下螃蟹，女人见状，轻轻抓起他的手，放在嘴里吮吸，一边做着暧昧的动作，一边对着男人抛媚眼。哪个男人能受得了这样的诱惑？男人的眼睛越来越神游，急不可耐地扑了上去。故事还要从1个星期前说起，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，女人站在甲板上，手中女儿的照片不慎被海风吹走，女人半个身子弯过栏杆想要去捡，结果被一双孔武有力的大手拉了回来。转头看去，是一张清秀的男人的脸。男人名叫阿明，刚刚从部队光荣退伍，在回程的船上误以为女人要跳海自杀，这才及时出手拦下。下船后，两人分道扬镳。咸咸的海风吹不散女人的忧郁，女儿的离世更让她对这个世界没有了期盼。女人名叫有容，是一名工作了10年之久的职业女技师。为了谋生，在朋友的介绍下，有容再次走进一家会所。老板娘对这个性感尤物的到来表示欢迎，就连屋里的客人都忍不住跑出来先睹为快。有容很快就被安排上岗。第一天工作，有容轻车熟路走进一间包厢，缘分就是这么妙不可言。有容第一天上班接待的客人竟然是白天在船上遇到的小伙子。阿明看到有容很是惊讶，白天见到有容的时候，他就被他身上那股独特的气质所吸引，他没想到还有机会再见面。阿明显得心花怒放，有容则表现得很淡定。他拿起杯子，阿明立马就为他倒上饮料。一旁的朋友不高兴了，不怀好意地打断两人：“我们来这里是花钱找乐子的，不是伺候人的。”有容眼睛都没有抬一下，不屑地表示：“你要是看不惯，可以直接走。”朋友是个暴脾气，差点冲上来动手，阿明及时拦下。一旁的老板娘也开始发话。老板娘不愧是老板娘，什么大风大浪没有见过，随便几句就能把朋友骂得无地自容。酒局散去，收钱办事。两人来到房间，接下来的画面想必你们也不喜欢看吧，我们直接跳过。事后，阿明点燃一根烟，有容则躺在一边，眼睛直勾勾地看着眼前这个男人。许久，他开口问阿明会不会娶自己。阿明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句话给吓得不轻，顿时呛了一口烟。有容笑了笑，说自己只是在开玩笑。从这以后，有容和阿明的交集也越来越多。阿明是一个摄影爱好者，经常会带着有容去海边。他们就像一对正常的情侣一样，一边散步一边打情骂俏。见惯了灯红酒绿的有容，对眼前这个青涩体贴的大男孩动了心。他不像其他人一样粗暴油腻，而是温柔善良，会给有容拍下最美的照片，会带着有容去海边散步旖旎，还会把有容带到自己的秘密基地海滩上无人的岩石处，说起自己去世的母亲。阿明眼里多了些许哀伤的神色，有容更加心疼这个男孩，自己又何尝不能理解这样的伤痛呢？他很早就开始出来打拼，混迹于酒肉之间，见惯了社会上的鱼龙混杂和虚伪贪婪，只有女儿是有容唯一的寄托。可即使是这样，老天也没有善待自己，把有容最后的寄托也带走了。从那以后，有容每天都过着行尸走肉的生活，直到阿明的出现，让有容沉寂多年的心再次泛起了涟漪。他开始把自己的喜怒哀乐和心事托付给这个男人。不仅如此，有容甚至开始拒绝接待客人，为此被打得遍体鳞伤。阿明无能为力，只能带着有容来到海边散心。在一次欢爱过后，有容又一次问阿明会不会娶自己，妾有意郎无情，阿明再次拒绝了他。自从韩国废除电影审查制度后，题材变得愈发大胆，只有你想不到，没有他们不敢拍。老司机们可谓是乐在其中。这对小情侣来到海边约会，他们再次身体力行地用自己的行动证明对彼此的喜欢。可当有容问阿明是否会娶自己的时候，对方却犹豫了。有容眼里的光瞬间消失了，他没有想到阿明只不过把自己当作寻乐的工具。他缓缓走到悬崖边上，以死相逼，可强扭的瓜不甜，阿明根本不会因为威胁而答应。生无可恋的有容纵身一跃跳入海中，阿明没有想到有容竟然如此的刚烈，他赶紧跳下去，好不容易才把有容救上岸。简单的抢救过后，有容渐渐恢复了意识。阿明生怕再生出事端，渐渐疏远了这个女人。在打了无数个电话都被挂断以后，有容找老板娘要到阿明的地址，趁着休息日化上最美的妆，穿上最好看的裙子，敲开阿明的家门。开门的是阿明的父亲老王。自阿明母亲去世以后，老王便一直没有续娶，在客厅里还摆放着阿明从小到大获得的各种奖杯。两人面面相觑，有一搭没一搭的寒暄了几句，还不见阿明出现。老王有些不好意思地告诉有容，自己和儿子的关系并不好，所以不敢叫醒还在睡梦中的阿明。
于是有容便自己来到房间。阿明从睡梦中醒来，看到有容出现在床边，吓得一个机灵。他更加排斥有容的不请自来，觉得她就是个疯女人，于是拽起有容就冲出了屋外，直截了当的要结束这段关系，说有容让他害怕。有容直接甩出一巴掌，可阿明已经铁了心要分手。 신나댔다고 이래. 같이 만난 게 중요한 게 아니잖아. 우리 좋았잖아. 더 이상 나 찾아오지 마. 冷漠的话语彻底寒了有容的心，她重新回到了以前那行尸走肉的生活，每天借酒消愁，应付客人，又或是偷偷跟在阿明身后。为了改变现状，有容决定做点什么。她再一次敲开阿明的家门，但这一次，有容的目标不再是阿明，而是阿明的父亲，并且自报来意。 어제 잠깐 봤지만 어딘지 외로워 보이셔서 대화라도 나눌까 하고. 老王立刻明白了有容的来意，当不成新娘就要当你的娘。面对有容直截了当的求婚，寡居多年的老王岂有放过的道理？压制多年的欲望再也按耐不住。就在两人颠鸾倒凤的时候，门突然开了。阿明看到父亲和自己曾经的恋人纠缠在一起，阿明的下巴当场就离家出走。他气得冲上去和父亲理论，却被父亲一把推倒在地。阿明哭着坐在地上，他猛地站起身，把挂在墙上的全家福摔了个稀巴碎，父子俩闹得不可开交。有容则躺在一旁沉默不语。从这以后，有容铁了心要摆脱这份职业，她再也不想成为那个为了好评而不惜一切代价的姑娘，也因此被客人打得遍体鳞伤。她来到老王家中寻求安慰，老王细心温柔地给有容上药。看到如此可怜的女人，老王心软了，他亲自来到会所，扔出一沓钞票为有容赎了身。在离开之前，老板娘语重心长地说了一句：“有容命很苦，希望老王可以好好的待她。”老王没有接过话头，而是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在之后的日子里，老王很快就原形毕露，白天使唤有容做繁重的家务，晚上有容还要满足他那难以启齿却能让他乐在其中的癖好。有容默默地忍受了下来。他说：“不幸的人永远不幸。”这天中午，有容正在厨房里做饭，阿明一脸悲伤地出现。他至今无法接受这个事实，决定收拾行李离开这个荒唐的家。爱而不得的有容已经疯魔，为了不让阿明离开，他举起刀在手腕上利落干净地划出伤口，鲜血瞬间喷涌而出，有容却一点也没有痛苦的样子。阿明慌忙把有容背到医院抢救，幸运的是有容没有生命危险。可阿明又得知了一个更雷人的消息，医生告诉他有容怀孕了。阿明心中惴惴不安，根据日子推算是自己的孩子。阿明虽然一心想要摆脱这个女人，但眼看着有容有了自己的骨肉，他没有办法再逃避下去。有容躺在病床上，低声请求阿明带自己私奔。阿明低着头一言不发，算是默认了。这部电影适合在半夜或者安静的情况下独自观看，最好能够戴上耳机观看，慢慢进入状态。这天晚上，有容问起阿明，他母亲是怎么死的。阿明看着珍藏的母亲的照片，眼里流露出悲伤的神色。他说，母亲是被父亲老王亲手杀死的。原来老王是一个变态，最喜欢以虐待人为乐。当年阿明的母亲就是死在老王的手下。当时的阿明年纪还小，亲眼目睹了全程，从此便留下了心理阴影。两人没有想到的是，就在他们袒露心声的时候，老王出差提前回来，在房间里听到了一切。阿明准备收拾行李带有容私奔，刚打开门，只见父亲一脸阴沉，猝不及防把阿明一巴掌掀翻在地，随后更是发了疯似的用脚踹他。有容心急如焚，担心阿明会被失去理智的老王打死，慌乱之下，他抄起一个奖杯往老王的头上砸去，老王被这猝不及防的一击打倒在地。阿明好不容易从暴击中缓过神来，从小到大积攒多年的怒意和要给母亲报仇的决心涌上心头。他爬上父亲的身体，双手掐住老王的脖子。有容在一旁吓坏了，他试图阻止，却被阿明一把推开。几分钟后，老王彻底断了气，阿明也恢复了理智，无力地坐在地上抽泣起来。随后，两人把石头和老王的尸体捆进一个麻袋中，扔进了茫茫大海。完成一系列的操作后，阿明无力地瘫坐在地上，他的精神越来越乱。
看着眼前的有容，眼神渐渐变得可怕。已经失去理智的阿明越看有容越不满，都是这个女人害得自己沦落到如此地步。阿明冲上前逼问有容想不想死，有容害怕极了，一句话也不敢说。然而下一秒，阿明的双手就掐上了有容的脖子，有容呼吸越来越困难。危急时刻，他摸到甲板上的石头，猛地往阿明头上砸去。毫无防备的阿明暴击过后失去重心，落入水中。有容呆呆地看着水面，他再次孤身一人，无助地在海上漂泊。就像片名那样，一个没有被爱过的女人是会很纠结男人到底爱不爱自己，因为他们并不知道一个爱她的男人究竟是个什么样子。